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宝，来到很久没有更新的单元了，就是我个人的通灵日记。大家都知道，2023年底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雪士达山，然后回来以后，因为我接引了新的高龄，然后发现自己的接讯传讯的状态有一些改变，然后后来还有跟陆文煌版主做直播，然后我还写了一些心情的分享，然后后来决定频道要转型。其实进入身心灵，它真的不是一个好像说踏进去了以后就从此变成一个觉醒的人，就成为了一个灵性的人。它真的就是一个旅程又一个旅程，它会一直往前走。前一阵子有一点点不知所措的那个点，就是以前呢，我们常常会说，你每天可能可以想一下，做这件事情是真的我喜欢做，还是人家叫我做的？然后我是谁？我有热情的事情是什么？进到身心灵的第一个阶段，都是要先去了解、认识自己、认识我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真心的相信，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的，这个大宇宙也是我啊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一个阶段，就是例如说，最近有水逆啦，所以3C 产品会常常出问题啊，沟通会有障碍啊，太阳黑子又很活跃啊，然后所以大家情绪的波动会很大啊，然后说，最近是13月亮历的蓝风暴啊，所以很多巨变啊什么的。刚开始我在进到身心灵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会觉得哇好棒啊，好像有一些事情可以依循这样子。可过了一阵子以后，会觉得好烦哦，这怎么这么周期性的一直来啊？我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水逆啊？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蓝风暴啊？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这种满月带来给我的情绪的起伏啊？就这些东西，它一定会影响我吗？我不能够独立于这个之外吗？我觉得有一阵子，我就真的来到一个这样的。算是叛逆期吧。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都是一体的话，我们真的就是这个大宇宙所去分出来的小分子而已。所以潮汐在变化，月亮在变化，星象在变化，时间在变化，我们就是会受影响。我发现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跨越跟愿意接受。一开始就觉得很叛逆，为什么我要输给这些东西？可是到后来才渐渐的去理解到，如果我不承认或是不接受这些事情的话，其实是一个矛盾的信念在跟这个东西打架。我就说，我们都是一体的，可是我才不要被这东西影响呢。一体的怎么会不互相影响呢？那个我好像就要从自己身体里面或是头脑里面的这个小小的我，去扩大到一个更大的我了。而这个东西让我为什么紧张，是因为那我到底是谁？这件事情就变得更模糊了。我今年能不能够做这个计划，是超之于我吗？好像也不只是我，还要看就是所谓讲的天时地利人和，或者说宇宙的这个流是不是能够带我去到那。像当年我开始可以通灵的时候，这是我当初想要的吗？我当初也没有这个想要啊，可是它现在也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啊。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，我要放下的那个我的偏好其实是有难度的。可是如果现在时局来到了一个点，是这个流就会来到这了，你不会只接芬多奇了，你还要有接其他的高龄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可是它就来了耶，我的偏好还重要吗？这样子。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这个小宇宙跟整个大宇宙之间的平衡，还有这之间我愿不愿意去放下我的偏好，还有放下我认为什么样才是对。我觉得以前我们常常在说，就是自由意志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今天可以通灵了，你今天可以做这件事情了，你今天可以干嘛的，可是自由意志是最重要的。但是自由意志终究有一个限制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拥有很多的自由意志，我们自由意志只能在我们已知的事情里面去做选择。在未知的状况之下，我们通常会面临到的是我的偏好，我的恐惧，也许就是真的很多灵性大师会说的所谓的臣服。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发生在身上了，世界就这样子有战争了，疫情就这样来了，金融体系就崩盘了，我被开除了，很多的变化在2024年都有可能会发生。那么放下这个我的喜好，好像就变得格外的重要。我记得就从去年有一集的通灵日记，我那时候在里面说我要豁出去了，就是那个就算我很害怕，可是我还是想要跳进去看。不晓得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助长了这个苗，然后就来到了现在，然后一路很多事情的发生，
然后那些发生都一再的在打击我想要的那一种安全感，然后那个我就逐渐的要被打开，变得越来越大。就是进到了身心灵这个圈子里面以后，我们常常在说，哎，顺流顺流，其实不只是顺自己喜欢的流，也在顺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流。而那些不喜欢的流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能不能真的接受，然后把自己再放柔软一点，再打开一点。我想我2024年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走下去。你们再告诉我有没有变成一个更大的我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最近在思考的事。